富贵竹因为有富贵2个字，所以寓意大吉大利，富贵一生。加上茎节分明，好像竹子，所以又寓意节节高升，竹报平安。再加上富贵竹叶片姿态潇洒美，叶片四季常绿，而且肥厚的叶片还能吸收好多有害气体，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，更有助于家人健康。所以99%的花友家里都养护富贵竹。但买回家一旦摆放位置不正确，就容易出现黄叶落叶，没有了生机，生机都没有了，更谈不上带来好运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为了让富贵竹长势旺盛，为了让我们不浪费买花的钱，为了让富贵竹给家里带来更好的运气，切记家里面有3个位置一定不能放富贵竹，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放的客厅。除此之外，影片后半部分还会介绍一下家里养护富贵竹的技巧。1. 不适合放富贵竹的地方。1. 阴暗的地方如书房。虽然富贵竹不喜欢强烈阳光，但是在长期没有阳光的地方也是生长不好的，因为不能通过光合作用为自己的生长提供更多的营养，所以就会容易出现黄叶落叶。家里的一些阴暗的地方，就比如书房几乎没有光照的地方，很多花友也会养富贵竹。可是在这种环境中，富贵竹却很难长好，所以建议不要再摆了，如果有也赶紧移走。2. 湿度高、通风不好的地方如卫生间。一些花友家里的卫生间也会养上几盆花草，既能美化环境又能净化空气，就比如一些朋友就放富贵竹。但是卫生间因为经常洗澡，可以说湿度很高，再加上通风不好，不适合富贵竹的生长。虽然说富贵竹喜欢湿润一些的环境，但是在太过湿润而且通风不好的环境中，富贵竹叶片就容易生长黑斑，根系霉变，看上去病怏怏的，生长得很不好。除了卫生间以外，家中其他通风不好的地方也是不建议养富贵竹的，如果有建议搬走。3. 阳光太强的地方如南阳台、客厅。虽然说富贵竹也喜欢阳光，但是它喜欢的阳光是温暖的阳光，在阳光强烈的地方容易出现黄叶落叶，还有就是晒斑，严重的还容易出现枯萎。家里阳光太强的地方有很多，就比如南阳台以及客厅直射光的地方，都是不适合养富贵竹的，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里，一晒就会死，所以养的时候千万要注意。如果放在客厅里面的话，要放在远离直射光的位置。另外，入户门进入客厅对角线的位置一般都是家里的财位，如果想要风水效果的话，可以在这里放一盆水培的富贵竹。既然这些地方不适合养富贵竹，那么放在哪里合适呢？2. 适合养富贵竹的位置。客厅地方宽敞，通风很好，所以客厅没有直射光的位置，很适合养富贵竹。而且还有一句俗语叫客厅养盆富贵竹，家旺人旺更富贵，所以很多人家养富贵竹的时候都会养在客厅里。东阳台或者是北阳台，富贵竹不喜欢强烈阳光，但是却喜欢温暖的阳光，所以可以摆在东阳台或者是北阳台，每天有3个小时左右的温暖的直射光，就能让富贵竹通过光合作用积攒更多的营养，从而更有利于生长。卧室的窗台，在大卧室的窗台上也是有散射光或明亮的阳光，这个地方也很适合养富贵竹，不仅阳光温暖适合生长，而且养上一盆还能很好的吸收一些有害气体，再通过光合作用变成我们人体需要的氧气。4. 养好富贵竹的3样小东西。很多花友即使位置摆放的正确，还是会富贵竹长不高，容易黄叶的问题。那是由于富贵竹通常采用水培的方式，而养护富贵竹的水并不像土壤那般肥沃，从而致使富贵竹养分不足，并且水一旦丧失活性，就极易引发富贵竹黄叶，所以很多人都难以养好富贵竹。在此所介绍的3样东西，它们分别是锈铁钉、阿司匹林、蚯蚓粪。下面就为大家讲解一下这3样东西的作用和使用方法。1. 锈铁钉。很多人家里都会有一些生锈的铁钉，大都是以前装修时遗留下来的。那么这些锈铁钉，大家切莫轻易丢进垃圾桶，将它们置于富贵竹的水盆里，能够让富贵竹的叶片更为翠绿，可抑制黄叶现象。
这是因为在锈铁丁里面含有大量的铁元素，铁元素参与富贵竹的叶绿体叶绿素合成，故而对医治黄叶有极大的帮助。锈铁丁的使用方法，运用锈铁丁养富贵竹甚是简易。首先将锈铁丁暴晒，杀灭细菌，接着往富贵竹盆里放入4到8个锈铁丁，大约1个月就能见到成效。不过大家一定得注意，不可丢入太多，否则会引发副作用。2. 阿司匹林。富贵竹在平日生长不高，或许跟它生长的根系以及吸收营养的速度有关，所以我们能够利用阿司匹林去强化富贵竹的根系，加快富贵竹吸收养分的速度。因为在阿司匹林当中含有诸多的水杨酸，这种水杨酸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。阿司匹林的使用方法，阿司匹林在使用之时，选取大概75毫克左右的药片，接着将其碾成粉末，然后把这些粉末与清水按照1:1200的比例进行稀释，稀释完成便能丢进富贵竹的盆里。3. 蚯蚓粪。蚯蚓粪是一种天然的有机肥料，体内含有大量的养分，包含氮磷钾等矿物质，使用它去养富贵竹，能够补足富贵竹缺失的养分，进而促进富贵竹的叶片更油绿，生长得更为高大。使用蚯蚓粪时，只需将蚯蚓粪暴晒干净，消灭一些微生物和细菌，然后碾成粉末，就可往富贵竹的水盆里倒入，每隔7天倒一次，效果会更佳。3. 富贵竹的基础养护。要想养好富贵竹，除了摆放和一些好用的小东西以外，基础的养护才是最重要的。下面介绍一下。1. 换水。有些花友养富贵竹很长时间，却总是养不好，搞不懂富贵竹多久换水一次，又如何换水。新买的富贵竹，生根是第一要务，生根前每3天就要换一次水，必要时添加生根剂。花瓶内的水分不低于花瓶的1/3，不高于花瓶的2/3。等到生根以后，可以延长换水时间，换水可以不用固定频率，看到瓶内水不干净了就换水，换水的时候连同水培的花瓶一起清洗干净。另外还建议使用微酸性的水，因为富贵竹喜欢微酸性的水，在碱性水中容易出现黄叶落叶。另外，一个花瓶内的富贵竹不要超过10支，太过稠密不利于养分的供给。2. 扦插繁殖。1. 取出富贵竹。这里以水培的富贵竹为例，将健康的富贵竹从容器中取出。如果是第一次制作，富贵竹上会有铁丝，这是因为出售时商家把若干富贵竹绑在一起，会更加的漂亮。这时候把铁丝拆开，散开来养殖，能避免铁丝长期给富贵竹造成的伤害，而我们截取侧枝也需要进行解绑。2. 健康的枝条。选择生长健壮的枝条，枝条上最好有2个以上的节点，找到健康的长枝条后，再选出健康强壮的侧枝。作为扦插的侧枝，要达到起码的要求，长度要达到10厘米以上，深绿色，从顶端的节点处生长而出，这就是健康强壮的枝条，可以用来进行扦插。3. 剪取插穗。直接用消过毒的剪刀或者是修枝剪把选好的侧枝剪下来，在靠近枝条主干的位置上下剪，随后把剪口地方修剪平滑，最好是斜45度剪出大概一个斜面出来，这是为了后续扦插时能够有更大的截面来生根。4. 去除底部叶片。把准备好的插穗上底部的叶片给去掉，保留顶端的一对叶片就可以了，其余的都可以修剪掉，这样植株就不会消耗过多的养分在叶片的生长上，而是集中养分来进行生根，同时防止叶片被泡进水里后出现腐烂的现象。5. 插穗入花瓶。家里有的玻璃罐、水瓶或任意容器，但最好是透明的，方便观察，在里面倒入10厘米左右的水，水的多少根据插穗的长度来决定，只要大半能没入水里即可。水的选择很重要，最好是使用矿泉水，如果是自来水的话，最好是先放置48小时后再使用。6. 插穗的养护。插穗生根，在正常的养护状态下，需要大约1个月的时间。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，浸泡在水里的插穗会慢慢的长出根须来。等到生长到一定的程度，你就可以决定是继续水培，还是取出后进行土壤栽培。养护的过程需要有充足的散射光和良好的通风性。7. 每周换次水。
进行扦插的容器，水需要进行的更换，一般来说7天左右更换一次即可。但如果养护环境不佳，水质出现问题，就要随时准备更换。等到根系生根后，可以适当的延长换水时间，但不要加入任何的营养液等物质。当富贵竹的插穗成活后，可以把它们换个大的容器，或者是去进行土培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。喜欢我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